爸爸直接 all in。如果我是他，我会 raise call all in 啊，但很难讲啊，因为我没有哇爸，你再给我8藤位直接弃牌，谁说他是职业玩家了？谁说的？可以吗？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在影片开始之前呢，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我的战队福利又加码了。现在只要加入小 P 战队，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最高总价值$500的战队福利。如果说你推荐你的朋友加入小 P 战队的话，还可以额外领取$10的锦标赛基金。活动时间有限，赶快加入小 P 战队吧！这个1对3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我跟你讲啦，这个风噪前面 S Queen 加3个大盲，跟现在开33，你说他会是厉害的玩家？我不信啊，真的不信啊！你如果加到3个大盲，代表说你不大希望人家跟住，所以你选择了 S Queen。那这个逻辑我懂，你要走 ICM 可以。可是问题是33，你不要说33，这边1对6都不应该开，你怎么会去开到33？你33就连 Chip EV 在这个位置都不是正 EV 的跟住啊，除非说你觉得后面都是白痴最强。我在猜这个桌子上至少有1半以上是很有名的玩家，他如果是常客，他应该也要知道这些事情。如果他不是常客，也没有资格可以说我桌上都不认识，所以我前面我要开33，没有这种事情。大盲位也蛮有意思的哦，20个大盲，我觉得 AA 是一个20个大盲以内的很适合平跟的手牌，绝对是没有问题，尤其是没有位置，然后蛮有想法的。翻牌是谁打的啊？这个翻牌持续下注，我认为叠牌8以上，其实对上前卫还是比较友善一点啊。我认为全范围的小尺寸下注没有问题，但是转牌的这个 AA 的领先下注，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认为这个33就是要弃牌啦，你33根本翻牌型就不应该玩，翻牌的下注已经很边缘，对手只要没有弃牌，对手就算是 QJ 不懂的话，你也要盖了。你这个就是跟不动，你在这个位置你有太多99以上的对子可以跟，你怎么会去跟到33呢？看不懂，你这个还不盖啊？这个超浪费钱的啊！这个33我不知道让他损失了多少钱的 EV， 但是这个33，我真的觉得很亏。这个牌应该是 A4会加注，8藤会跟住，还有一个快转花。这个拖太前拖太久了。我这 A3 同花就是要弃牌啊，他要想什么？哇，确定欸，这可以吗？这 A3 同花确定欸。我猜这个中国玩家会直接 all in。这个中国玩家很明显的就是他前面 S Queen 开3个大盲，我认为就是一个错误。然后33不应该开，在前面开也是个错误。然后这把牌如果他真的要玩的话，我认为最小家族的 EV 绝对是最高的啦。那 S Queen 当然要 all in 啦，这个 S Queen 4个大盲肯定是领先他的范围。我蛮想要看到红袍的，真的，对不起。哇 ，KJ 小 CO 位直接弃牌啊，蛮有意思的。我认为 CO 位15个大盲 KJ 不能直接弃牌，我认为不能直接弃牌。我可以接受他 raise fold 啊，但是直接弃牌，我认为是不能够接受。他的手牌不是22到44啊，你的手牌如果是22到55，你的 CO 位15个大盲直接弃牌我就 OK。你是一个很有 blocker， 然后翻牌后，对吧？你加注被大盲位跟住了，你的牌也超好打，你又不是小队，只怕什么？所以我没办法接受。10个大盲啊，深盲了10个大盲 UTG 的 AJ 朋友就是要 all in， 然后我猜 S King 跟住了。AK 这个地方永远都只有跟住，不会有加注。加注的 EV 我在猜是比较低的。马上来一个断线的，这个还好，没牌，他们断线很昂。哇，对不起，我把大家的合牌的精华给弄掉了，这个真的是昂到，这个是花束应该被敲烂了。好 ，AQ 开99 all in， 2个人跑马，这个99就是 all in 啊，这个没办法，这个3B all in 20个大盲以内你没办法，你就是只能 all in， 你不用再读秒了。他在干嘛？爸爸直接 all in， 如果我是他，我会 raise call all in 啊。但很难讲啦，因为我没有爸，你再给我8藤位直接弃牌，谁说他是职业玩家了？谁说的？可以吗？没有翻牌要给他一个8，不是8藤位，这个88你开牌 all in 都是正 EV 的，你开牌开给对方看 all in 都是正 EV 的，这不行啊！
你如果今天是22到55，我可以接受，我完全同意你15个大盲，你22到55弃牌。你说66很边缘，你不懂66，OK， 好不好？你就紧一点的66，他77。你77，你真的尬牌，我就很明确，你已经打太紧。除非说桌上有3、4个筹码不到10，很短筹码，那我就 OK。你筹码最少，差不多最少，一个比你少，跟你们两个差不多，基本上差不多对你来讲就是一个不是很好的状况。你想想看，你有1800万，你跟一个有800万的，你有一个很明显的差距，那我觉得你要等可以等。他差你2个大盲，你1对8在8腾位弃牌，基本上你就真的是不要玩了，真的不要玩了。这把牌 CO 位跟bottom 位可能会有一些动作啊。CO 位他开到所有的不同花的 A， 我觉得是合理的，因为他筹码多啊。bottom 位我觉得如果我是他，我可能会跟注。我觉得 AJ 太强，去3次下注，我觉得对我觉得非常喜欢他的跟注。我觉得我今天要3次下注，我宁愿挑 A9， 我也不会挑 AJ 啊。AJ 跟 A10 对上 CO 位跟注的意义太高，这种牌你拿去3次下注，你把对方压制的 A 叉都打盖，然后假设他 4 倍，你 AJ、A10 又扛不住，就是很浪费啊。你好处多于坏处多于好处 ，AJ 我觉得都可以，我觉得check下注都可以。当然有梅花可能下注的频率会高一点，这是一个正常的逻辑。我在想，如果他今天是黑桃 A。红桃 J， 它应该更会偏向 check 啊，但这都没有什么绝对啊。我认为 EV 也没有差到太特别多啦，只是一个逻辑而已。A2 它这边要么就是 check call， 要么就是 check raise， 它也可以 check fall， 我觉得也可以 check fall。但我知道它有梅花 A， 哇，我蛮意外的，以我对它的认识，它有梅花 A 还不搞死你。AJ 同花同花牌应该都是偏向跟注一点，它这边 AJ 不同花很有可能会3次下注。大盲位的 Q10 不同花应该是一个 Q8， 我确定他会弃牌 ，Q9 我觉得很接近 ，Q9 考虑到 ICM 应该也是个弃牌，所以 Q10 不同花应该是他最弱抵抗不同花的 Q。3位玩家都 check， 蛮有意思啊。但我知道，基本上我做很多3人底池的影片，我认为 KJ check 跟 AJ check 都是一个非常合逻辑啊。这个 AJ 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 check， 但是我认为他如果今天要价值下注的话，我觉得 AJ 应该是个分水岭。A10 跟 A10 以下的牌，只要是一对，应该都是很高频率 check。那他这边下注的话，我认为他可以考虑下注1/3到1/2，都是一个合理的尺寸。任何的尺寸大于这个数字或小于这个数字，我认为都是不合理的。A4加注应该只有大盲位会考虑跟注哦，这个非常的糟糕，这个非常的糟糕。我再讲一次，这个非常的糟糕。你今天这个加注，你今天这个 A4 同花低于20个大盲，我不考虑 ICM， 我猜都会是一个弃牌啊。对上 Low J 的 Open， 我猜都会是一个接近弃牌。你只有30个大盲，你才会跟啊。低于25个大盲开始 A5 以下就会是一个从绿色变红色，就是可以玩变得不可以玩。他到底是谁啊？他搞不好是不是个名人？他是个 YouTuber， 他是个名人是不是啊？就会讲一讲他搞不好很有名，然后我在那边凑人家，不是这个真的不行啊！我觉得如果他是一个扑克牌手，然后是一个常客，我认为这个不是一个很难的东西我不认为这个基本的表格按应该都会知道啊，这个就好玩了。这把牌应该要输一点筹码，这个应该高频率3次下注，这个绝对没道理用跟注。他加到240万，我认为以一个正确的逻辑这边有效筹码现在是120万嘛，50几个大嘛，我猜他会加 3.5x 到 4x 3.5x 是850到950之间，我猜850到950之间，选一个大一点，950、960。A10 这边只有2种做法，它高频率就是跟注，低频率的做一些再加注的动作，它可以A10 不可能弃牌，没有弃牌这个选项，它要么就是跟注，要么就加到一个什么220万210万要么就是跟注，我猜是一个跟注了。它如果今天是 A9 方块，还有可能加到一个不是220万，说错2200万，它 A9 同花也可能加到2200万。这个翻牌100%的持续下注没什么好说的，先来个700万再说。我想要看你下注700万啊，250万这么小，确定250万他可以弃什么牌啊？250万对手的99可不可以弃？我在想不能弃。对手的 A9 黑桃会不会弃？250万可能 A9 黑桃也不会弃。对手会弃的牌可能只有什么90同花也不会弃所以是8、9同花跟更低的7、8同花、8、9同花。假设他跟3次下注的话，转牌是一个 check。我觉得问题就在于他如果转牌要很高频率的 check， 我认为翻牌应该要下大一点。原因是因为你翻牌下注的范围，他转牌基本上是全范围，然后那你翻牌的下注转牌 check 是要 check call 吗？
我觉得转牌确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 JJ 可以赢啊，button way 有可能有8899，甚至1016可能都赢啊。这个 A10有一个摊牌价值啊，小盲位有可能有什么同花 A 叉 B 更弱，有可能。这个 KK 加注这个 A10可能要输一点筹码，这个44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弃牌啊，对啊，要跟住啊，不然怎么办 ？A10就是要跟啊，你要考虑 all in 它吗？对，哇，那这样可以吗？那这个翻牌你喜欢吗？这一手牌，我认为电脑会告诉你 KK 会有非常高频率check，原因是因为基本上你的 KK 不是 JJ， 你的 JJ 可能还会叫你下一个小注，像这样子。但我认为 JJ 跟 QQ 下注比较合理一点。KK 你要下注也不是不行啊，只是我跟你讲，你这个保护的意义不大，所以我会认为，当然我跟你讲，这个 KK 绝对可以打3条街拿 all in 价值，绝对可以啊。我跟你讲，大盲位这边中了一个尬的一个10，假设是一个 Q10红桃，我跟你讲，他这边就是要付钱了。他就是要付翻牌、转牌、合牌、扣 all in， 然后就输了这样子。所以我认为后卫的这个 KK 的玩家，如果他认为他所有的同花 A 都可以拿到，他假设自己是 A 叉都可以3条街拿 all in， 那我认为 KK 也可以啦。那 KK 也可以的话，他现在就在做这个动作啦。但我在猜他应该蛮孬的，应该合牌会是个缺。我觉得我可以很明确的希望他照他的逻辑走，就是合牌很有自信的 KK all in 拿价值。那如果不是的话，他认为我合牌 all in 10不会跟，那我认为翻牌去打转牌跟打合牌，然后选一个大一点的下注尺寸，我认为长期来讲 KK 对上10可以赢到更多的筹码，所以我非常的不想要看到 KK 在那边 check， 不要 check， 哦看我在说不要 check， 要有自信啊，你要有自信拿3条街的价值啊，我不会说你打错，你很有自信的合牌 all in 然后输了，但我会觉得你打得很好。这个真的是一个误打误撞，然后遇到一个 A10， 然后反正这输最少当然你说合牌开个后门花，我认为有可能有10叉方块啦。那我觉得如果有10叉方块的组合是，但是我认为也不够多啊。对方有10，我问你 Q10， 你现在 KK 你10是要不要跟嘛？我就问你这大盲位这个10要不要跟？你就是要跟啊，你不跟，你有什么牌可以跟？你10都不跟就没有牌可以跟，不到10个大盲这手牌，我觉得这手牌蛮可爱的。